我只是在抓阄时引起了所有物品的共鸣，就把在场众人全都吓了一跳。要知道，即便是家族中最顶尖的天才，也才仅觉醒了1种才能，而我居然觉醒了足足4种才能，这简直就是家族中的绝世天才。就连父亲都一脸无奈地说道：“看来要将4种才能全都交给他才行了。前世我是德雷尼克帝国中最出色的剑士，年仅18，我的魔力就突破到了4个核心，是帝国内能够晋升为6星级骑士中最有潜力的一个。本以为我的人生将会迎来巨大的转机时，没想到我却遇上了阿尔特昂帝国中的6星级骑士，被誉为黑色波浪的特尔米昂公爵。在他强大的实力面前，此刻的我显得无比的弱小，真是太可惜了。若是你愿意投降的话，还是有机会可以超越我的。这是不可能的。既然我已经开始了战斗，那么我也将在这场战斗中死去。”随后公爵便猛然对我发起了进攻，紧接着一招突刺当场贯穿了我的胸膛，至此被誉为战斗天才的我便陨落于此。画面一转，当我再次睁开双眼时，竟发现自己转世成为了阿尔特昂帝国伯爵家族中的一员。此刻父母正讨论着我的未来职业，到底是成为一名枪骑士呢，还是成为一名刺客呢？因为我是他们的老幺，所以他们希望我能够继承他们的位置呢。片刻之后，我们终于回到了家里，望着如此和睦的场景，这样的家庭可真不错呀。也许我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了。2个月后，父亲兴致勃勃地带着长枪找到了我，对此我只感觉非常无奈。虽然父亲平时看起来大大咧咧的，但他可是帝国最顶尖的枪骑士阿坎少格莱斯，是被人们称为蓝色狂风的战斗英雄。而我的母亲是帝国最顶尖的暗杀者莉莉少格莱斯，她的名号是令不少人都闻风丧胆的存在。接近2个月对家庭的熟悉，我找到了父母如此执着于我未来职业的原因，因为我的2个姐姐都选择了与枪术和暗杀毫不相关的道路。画面一转，此刻只见我的姐姐正在向我展示着魔法。阿拉贝尔少格莱斯因为天生拥有魔力，所以她从小就走上了魔法师的道路。魔法师的最高阶段是9级，而年仅12的她却早就成为了一名3级法师，说她是天才中的天才也不为过。戴英，以后跟我一起学习魔法吧。此刻姐姐戳着我的脸颊说道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2姐克莱尔少格莱斯却嘟囔着，召唤术也很不错。克莱尔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召唤师，7岁时他就成功进行了召唤，如今的他已经能够同时召唤出2个召唤兽。没想到大家都向我学习他们的能力，少格莱斯伯爵家族真是个不错的名门望族啊，刚好是我憧憬的理想家庭，真是万幸我能够出生在这里。少格莱斯家族有个特别的活动，那便是抓周。当家族中的孩子出生1年时，他们就会在桌子上摆满各种物品，根据孩子抓住的东西来决定孩子的未来。而今天正是我迎来抓周的日子，来吧，戴英，挑选一个你喜欢的东西吧。可我却对此感到无比纠结。父亲肯定是希望我能选择长枪龙尾的，龙尾是伴随父亲一生的神秘魔枪；母亲则希望我能够选择短剑夜曲，夜曲是用可以储存世界上所有成分的矿石艾特里制成的短剑，可以储存多种毒素。大姐则希望我能够选择空间口袋，空间口袋是只有魔法师才能使用的物品，而2姐则希望我能够选择召唤者标志，这是召唤术士的象征，只有通过这个标志才能召唤出召唤兽。怎么办？大家都希望我选择他们的物品呢？于是我当即做出决定，就根据人们的反应来决定吧。随后我便缓缓朝着4件物品爬去。正当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地看着我时，下一秒，只见面前的4件物品纷纷散发出了金色光芒，这意味着我在这4条道路上都有天赋。这可把在场众人吓了一跳，居然4个物品都有反应，看起来少爷是超越历代级别的天才啊！就连我都感到无比震惊，这一世的才能居然与上一世完全不同。此刻大姐有些难以置信地问道：“父亲，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”可就连他也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。难道要把4个才能全都交给他吗？画面一转，时间很快便来到了7年之后。戴英，你非常优秀，看来我上次教给你的技术你全都掌握了。于是我当即表示，这都离不开父亲的耐心教导。就在这时，只见海尔曼带着一柄黑枪缓缓朝我们走来。原本打算在你生日宴会那天送给你的，但我想比你妈更早送给你，所以就拿来了。这可是我让首都的匠人特别准备了2年的武器，拿着吧，戴英，我在这提前祝你7岁生日快乐。见此，我当即便对父亲表达了感谢。随后只见父亲缓缓朝我说道：“你知道枪和剑的差别是什么吗？枪的长度比较长，容易阻挡对方接近自身，在狭窄的空间攻击效率更高，但如果超过了水准，那么枪就会变得比剑更难使用，这就是长枪的缺点。为了攻击敌人，至少需要一定的距离，但你无需担心，毕竟所有的兵器都有它的优缺点存在，就连被称为兵器中最强的剑，在特别的情况下也会变弱。当然，我谨记父亲的教诲，那么接下来你就好好看着吧，我这就给你表演一项技术。”说罢，只见父亲猛然间催动了自身魔力，仅凭散发出的魔力就能让人感受到无比强大的压迫感。伴随着他心念一动，下一秒，只见他猛然挥出一枪，霎时间整个空间仿佛被震碎一般。这是因为在刺枪的同时将体内的魔力释放，将魔力聚集在一起，使用了具有核特性的技术。对此我表示略有耳闻，毕竟姐姐们曾经说过，随着核的提升，人类可以发挥出超越身体极限的能力。没错，看来你有好好在学习这些知识。要知道你爹我的魔力核已经达到6个了。闻此我当即感到无比震惊，如果我前世没死的话，我也应该能够达到这种高度吧。此刻只见父亲缓缓对我说道：“接下来你也试试看吧，就用你那把黑枪，把心态放平，将意念集中在这把枪上。”闻此我当即便摆好了出枪姿势。当初我使用了7年才学会这种技术，
不知道戴英的才能够做到哪一步呢？而在这时，只见父亲当即露出了一副无比震惊的神情，因为我精准无误地再现了父亲这项技术，就连他都感到非常不解。戴英，你到底是如何做到的？你真是太惊人了！我只是在出枪的瞬间将魔力集中在枪尖，仅此而已。在魔力达到枪尖的那一刻就会停止流动。什么？难道你已经形成了魔力核吗？当然，我对此表示肯定。我按照书上所说的方法形成了魔力核。见此，父亲当即感到无比震惊。我们家族真是诞生了一个天才啊！你以后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士的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我应该会成为魔枪暗杀召唤魔法师。画面一转，今天是我过的第7个生日，没想到阿特昂帝国的公爵也来到了这里。好久不见了，阿坎。话说回来，生日的主人公去哪了？见此，父亲当即便叫我过来打声招呼，就连我也感到非常意外，没想到居然会在这里遇到这家伙。我是戴因少格莱斯，很高兴见到你，公爵大人。尽管我见到他有些热血沸腾，但我还是礼貌地向他打起了招呼，而他很是高兴。你居然有个这么可靠的儿子，所以他现在是跟着你在学枪术吗？当然，父亲对此表示肯定。就在这时，只见一道身影缓缓出现在众人眼前。少格莱斯伯爵您好，克尔米昂公爵的小女儿莱尔拉特尔米昂向您问好。我只是展示了最基础的枪术，却让大陆第一剑圣震惊的同时又深感疑惑。这个行动和集中力完全不像是一个7岁的孩子，而且明明修炼的是枪术，可他的姿势和步伐看起来却像个老练的剑士。就在莱尔拉向我们问好之后，此刻父亲朝着公爵问道：“不知道夫人最近身体状况如何？我正在多方面寻找办法，但还是跟往常一样没有任何变化。如果我突然消失不见了，也请你理解一下，因为我可能使用卷轴回到了首都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那2个小孩子跑哪去了？我还想跟戴因这个聪明的家伙多说几句呢。”就在这时，公爵注意到了窗外的2道身影，看起来2个孩子已经对宴会感到厌倦了。与此同时，莱尔拉正与我开始闲聊起来，他似乎非常厌倦自己的家族，因为每天都会有许多贵族皇室来找他的父亲，而他每次都需要穿着裙子向他们问好。相较之下，他更喜欢穿着普通的衣服练习剑术。那么你呢？我的话其实还蛮喜欢这个地方的，毕竟这里不是像首都一样的地方，而且我每天都很期待练习枪术的时间。所以你努力训练的原因是为了去学院上学吗？毕竟想要进入学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对此我当即给出了否定的回答。我想进入学院是为了更好的进行修炼，可如果你进不去学院该怎么办呢？那下次再进行挑战就行了。闻此，莱尔拉当即表示非常羡慕我，毕竟他的家族可不允许出现失败。就在这时，只见莱尔拉忽然朝我说道：“要不你看看我的剑术如何？”望着他一脸真诚的模样，于是我便答应了他。画面一转，我将他带到了训练场上。此刻只见他非常熟练地展示着自己的剑术，从整体来看，攻防转换得非常自然，突破的时机也把握得挺好。但从某个时间点开始，身体就出现了微妙的偏差。我的剑术如何？此刻莱尔拉一脸期待地朝我问道。当然，你的表现非常不错，不过从第3剑开始，你的脚总是向前移动了半步。和基础剑型对比的话，就是这个结果。因为重复的向前，所以导致后面的剑型都有些微妙的失误。闻此，莱尔拉当即石化了。难道是我说的太直白了吗？下一秒，只见他再一次熟练地展示了剑术。没错，这就是我一直没有意识到的错误。随后，莱尔拉一把抱住了我。真是太感谢你了，戴因，你观察得真细致，谢谢你的帮助，我会记得你的。片刻之后，我们回到了宴会，祝贺你形成了魔力核，祝你7岁生日快乐，戴因。说罢，只见母亲递给我一个礼物，居然是家族标志制作的胸针，好好收藏吧，戴因。这个胸针现在是你身份和名誉的象征。随后，在场众人全都纷纷向我表达了祝福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剧烈的抖动传来，怎么又开始了？我还以为今天可以安静一点了呢。戴因，你也猜到是谁了吧？下一秒，只见屋顶出现的魔法阵内释放出无数闪电，随后一道人影缓缓从魔法阵落下。戴因，姐姐我没来迟吧？见此，在场众人全都露出了无比震惊的神情。那不是5阶以上的通信魔法吗？没想到我们家的小姐居然这么的天才。正当我以为终于能够安静些时，下一秒，只见众人纷纷朝着窗外望去，那不是飞龙吗？这次来的是克莱尔小姐，看起来我还是来晚了一步。片刻之后，2位姐姐向我表达了生日祝福，紧接着便双双递给我一个礼物，而我打开一看，大姐居然送给了我一个空间口袋。没错，这枚戒指是我亲自设计的，不过空间魔法是由我们教授亲自施加的。说着，大姐便将空间戒指戴到了我的手上。顺带一提，这枚戒指是根据你的基因编码设计的，所以除了你之外谁都无法使用。而在这时，眼尖的母亲一眼就认出，看着传出的灵力波动，这应该是最高级别的灵力石制成的。随后大姐缓缓解释道，只要往戒指里注入魔法，空间就会展现出来了。见此，我当即便对大姐表达了感谢，毕竟在前世，这种东西只有贵族指挥官和有地位的魔法师才能使用，没想到我也能用上这种东西。随后我缓缓朝着戒指注入魔法，下一秒，一道空间之门便展现在众人眼前。见此，在场众人全都感到无比震惊，就连大姐都一脸的难以置信，没想到你居然比我更快打开了空间，我们家的小儿子果然是个天才啊！
片刻之后，我打开了二姐送给我的礼物，只见一枚精致小巧的蛋赫然出现在我眼前。这可是妖精！当初我在试图召唤德卡龙时，这个蛋就出现了。虽然不知道它到底来自于哪个召唤术，但世人认为这是一颗珍贵的蛋。闻此，我当即感到无比震惊。毕竟前世的我曾经听说过，召唤出的妖精和其他召唤兽有所不同，它可以永远的留在这个世界上。随后，二姐叮嘱着我，现在开始，直到它破壳而出，这都会是个秘密埋藏在你心中。你要记得每天向它输入魔力，这样它才会认你为主人。当然，我会谨记于心的。此刻，只见父亲缓缓开口说道：“既然祝福都已经送到了，那你们就早点回去休息吧。”与此同时，我注意到一旁的莱尔拉似乎有些不太高兴，难道他准备要回去了吗？可是为何他看起来如此悲伤呢？画面一转，此刻公爵正在庭院里散步。没想到阿坎的女儿个个都这么优秀，果然学院的魔法学部是最优秀的，和我们家剑术学部排名第一的长男倒是挺般配的。如果两个家族结合的话，那么将会成为皇室都难以撼动的事。看起来两家联姻的事情要尽快提上日程了。就在这时，训练场上传来的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。另一边，此刻我正在训练场上训练着枪术，一招一式配合的天衣无缝，每一次的出枪我都能够精准无误的击中要害。而一旁偷偷观看的公爵则感到无比震惊，这个行动和集中力完全不像一个7岁孩子，从他的身手来看，就像是经历过无数战斗的士兵一般。虽然1岁时就看出了他的才能，可他的姿势和步伐为何看起来却像是一名剑士呢？难道这个年纪的他也学会了剑术吗？就在这时，只见我缓缓开口说道：“比起遮遮掩掩的观察，倒不如出来观看更为体面一些。”闻此，公爵也只能无奈地走进了训练室内。抱歉，戴因，我不是有意要偷看你的，原来是公爵大人您呢。而我很是意外，特尔米昂，我还是无法忘记你的声音。我只是契约了一只大灰狼，就把贵族少爷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因为仅仅一眼，贵族少爷的召唤兽就自动选择臣服于我，这可把两人吓得不轻。毕竟召唤兽背叛主人的现象可是从未发生过的。就在公爵向我表达歉意之后，此刻的他感到非常好奇，刚才明明已经训练过了，可他的身体却一点也不打颤，该不会在这个年纪他就制造出了魔力盒吧？这时只见他缓缓开口说道：“你的长枪耍得不错，你很好的继承了阿坎的才能。”闻此，我当即便向公爵表达了感谢。不错不错，回答的挺好。虽然我的儿子从小也这么优秀，但是还没有到达他这种程度，要不要也考虑一下他的婚事呢？我的女儿莱尔拉修炼的是剑术，你们年龄也相仿，我希望你们入学后可以成为好朋友。当然，我当即便答应了下来。正当公爵准备离开这里时，下一秒他却朝我提出了心中的疑惑：“戴因，你修炼过剑术吗？”闻此，我心头一颤，看来我在不知不觉间暴露出了习惯，果然还是被他看出来了。随后我便对此做出回应：虽然我看过有关剑术的书籍，但并没有进行修炼。好奇怪，他身上分明有种剑术老手的味道。不过转念一想也不对，他这种年纪怎么可能经历过战斗呢？随后他便决定转身离开这里。而在离开之前，只见他朝我缓缓说道：“戴因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以到首都找我，我会热情款待你的。我对你很有兴趣。”兴趣吗？难道他还记得我吗？战胜曾经赢过我的人，只是想想就会心跳加速。特尔米昂，这一世我一定会战胜你的。画面一转，此刻海尔曼提醒着我该回去了，而我则感到有些意外，毕竟这家伙总是悄无声息的出现，或许他更适合教我暗杀才对。怎么样，大家都很忙吗？是的，为了准备今晚的第2次宴会，大家都没什么精神。其他贵族已经陆陆续续来到了这里，30多家贵族们能够抽出时间过来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而我很是好奇，姐姐他们去哪了？海尔曼对此做出回应：他们打开了时空大门，回到了学院。因为学院要举行期中考试，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。原来如此，看来得找个时间给姐姐们回礼才行了。经过漫长的宴会招待之后，此刻我终于抽空来到了庭院。毕竟在庭院里休息也算是一种慰劳了。而在这时，我忽然想起，大姐曾经说过，自然界中最具魔力的就是花了。要不要分析一下花里的魔力呢？虽然我一直都在不停的修炼，但在召唤和魔法上却没有太大的长进。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应该集中在哪方面，看起来才能太多也是一种烦恼啊。就在这时，一股魔力径直从我手上掠过，而我却感到无比震惊。这小小的花朵居然拥有如此巨大的魔力。如果这种自然魔力能够变成自身魔力的话，那么最终就可以在体内固定下来并形成魔力环。不得不说，这具身体对于魔力的亲和度实在是太高了。下一秒，只见原本凝聚在一起的魔力瞬间碎裂开来。与此同时，2位贵族少爷在庭院里迷了路，此刻他们正踩着花朵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。而当他们注意到我时，还以为我是这里的侍从，随后便开口要我给他们带路。闻此，我当场就拒绝了他们。好好的路放着不走，为什么非要践踏这些花朵呢？下一秒，只见其中一个贵族一把抓住我的衣领，一个侍从居然敢这么无礼！我们可是蒂莱恩伯爵家族的儿子。此刻我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道身影，在我的印象中，蒂莱恩曾经抓到过我，他是一个尖酸刻薄的贵族，没想到他们居然是他的儿子。没有丝毫犹豫，我当即使用一记头锤狠狠朝他砸去，当场便将他震飞数十米之远。该死，这家伙居然敢对我动手，我一定要杀了他！而我却是淡然一笑，能做到的话就尽管试试吧。下一秒，只见他猛然对我发起了进攻，但却被我轻松躲闪开来。而从他的步伐中不难看出，他修炼的应该是召唤或者是魔法。刚才看见的魔力流动，如果能够按照我的想法控制它的流动的话，
那么应该可以压缩成我想要的形态才对。没有丝毫犹豫，我当即便将魔力凝聚在手心，随后猛然拍出一掌，当场便将贵族震飞数十米之远。这下可把他打得无法动弹了。正当我以为事情到此结束时，此刻只见他猛然间爆发出全身魔力，下一秒，一只巨大的灰狼从异空间被召唤出来。原来他是召唤师啊！肯德福，快咬断那家伙的脖子！随后只见大灰狼猛然朝我发起了进攻，而我却只是瞪了他一眼。只见红色的灰狼瞬间变成了蓝色。此刻两人都被眼前的一切所震惊，那头狼好像在摇尾巴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可就连我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。怪不得二姐的召唤兽都很亲近我，难道是我的召唤亲和力太高的缘故吗？不过也有可能是使用者和召唤兽的亲密度不高所导致的，太不像话了！召唤兽居然会背叛主人，怎么样？你还要继续下去吗？见此，一旁的弟弟连忙拽着哥哥喊道：“哥，我们输了，快走吧！”而当哥哥回过神来，才发现此刻弟弟早已被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你真是太丢脸了，亏你还是贵族少爷，没有任何办法。于是他只能带着弟弟先行离去。不过他还是撂下一句狠话：“你就在这等着，我会马上回来的。”而我很是无语，你走到时带上你的召唤兽啊！片刻之后，我按照姐姐教给我的方法，将肯德福契约成了我的召唤兽。可能是因为亲和力太强的缘故，所以这次非常成功的使用了召唤术。与此同时，只听一道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“就是他欺负的你们吗？”抬眼望去，只见贵族少爷带着他的父亲来到了这里。那家伙欺负我和戴纳尔还不够，甚至还切断了我跟召唤兽的联系。就在这时，只听蒂莱恩缓缓说道：“就是你欺负了我的儿子们，还把他的召唤兽抢走了吗？”当然，我对此表示肯定。这家伙比那时候还要胖上不少，看起来和平之后的伙食是真不错呀。此刻，只见他指着我喊道：“你为什么一个人待在这里？你的身份到底是谁？”对此，我则表现得非常无奈：“我是这次宴会的东道主，少格莱斯伯爵家家主的小儿子，戴因少格莱斯。”闻此，两人当即呆愣在了原地。这家伙就是戴因吗？帝国最尊贵的公主想要与我结识一番，可我却当面拒绝了她，因为我一眼就看出这家伙是奔着结婚为目的来的。毕竟拥有多种才能的我，将来一定会有一番巨大的成就。就在我表明自己的身份之后，此刻蒂莱恩正在心中打起了小算盘。如果我好好利用这件事向伯爵追责的话，那么要到矿山的开采权应该也不是一件难事。你伤害了我的儿子，甚至还抢走了他的召唤兽，这件事我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少格莱斯伯爵问责。现在你就给我带路吧。当然可以，不过在那之前你们必须向我道歉。虽然我的确把您儿子打出血了，但我这么做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罢了。而且他的召唤兽是自愿跟着我的。闻此，一旁的少爷当即勃然大怒，这家伙肯定在说谎，肯德福绝对不会背叛我的。但蒂莱恩却并不认同他的说法，毕竟他听说伯爵家的二女儿是个天才召唤师，也许是那家伙切断了他们之间的链接也说不定。行了，先别解释了，快带我去找少格莱斯伯爵吧。就在这时，只见两道身影缓缓出现在众人眼前，居然是少格莱斯伯爵，还有特尔米昂公爵。随后少爷便支支吾吾地说起了事情的起因经过，但却丝毫不提自己的所作所为。他表示我突然拿头撞倒了他，为了吓唬我，他不得已放出了召唤兽，但我却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方法抢走了他的召唤兽。总之就是各种的添油加醋。看他面不改色的说谎，此刻的我真担心他的未来。就在这时，蒂莱恩缓缓开口说道：“我的儿子本来只是想吓吓他，但他却把召唤兽抢走了，这是不是太过分了？”而父亲则对此表示：“我不能只听信你的一面之词，听完戴因的话，我再做出决定。如果你担心我的决断不够公正的话，也可以让特尔米昂公爵来进行判断。”该死，怎么特尔米昂也要加入进来？这下事情变得更麻烦了。戴因，你说说看，虽然大致经过都差不多，但有些地方跟他说的还是有出入的。他踩了花园里的花，于是我让他从那里出来，可没想到他居然揪住我的衣领朝我发火，而且我亲眼听到他要让肯德福咬死我了。还有，我并没有抢走他的召唤兽，是他的召唤兽先向我示好的。闻此，蒂莱恩当即表示：“你又不是召唤术师，怎么能够让召唤兽臣服于你呢？这是因为召唤兽和主人的亲密度太低了，所以他才会主动选择我这个天生亲和力高的人。”此刻，只见一旁的公爵缓缓开口说道：“既然双方各执一词，那么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召唤来证明自己。”而在这时，迪格伦却无论如何也召唤不出肯德福来，这是必然的结果。毕竟我早就切断了他们之间的联系。随后便轮到我来进行召唤，不过我需要得到那个家伙的标识，而迪格伦却觉得非常无语。召唤术师的固有标识，别人怎么可能使用的呢？按照你所说的那样，就算你借给他，他也无法成功召唤，那这结果不是对你更加有利吗？闻此，蒂莱恩也觉得父亲言之有理，于是便让迪格伦将标识拿了出来。一般情况下，召唤师的固有标识别人是无法使用的，但如今肯德福已经拥有了我的魔力，而标识只不过是一个召唤媒介，所以肯德福一定会回应我的召唤的。下一秒，只见肯德福便被我召唤了出来，而在场众人却全都当场愣住了，就连公爵也觉得有些难以置信。这家伙修炼的不是枪术吗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就算证明了召唤兽这件事是真的，但我儿子也只是吓吓他罢了，并不是真的要动手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引起了众人的注意，那家伙在说谎，而来者正是莱尔拉。
其实我刚才在散步时偶然听到了两人的对话，随后莱尔拉便将所有事情全都告知于父亲。片刻之后，只见迪格伦极不情愿地向我表达了歉意，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便接受了他的道歉。毕竟从眼下看来，表现出宽容的一面会对我更加有利。既然戴英已经接受了道歉，那么这件事情就过去了。但因为你想利用召唤兽伤害我的儿子，所以现在就请您带着您的手下离开我的领地吧，否则的话我会让士兵将你们赶出去的。说罢，父亲便带着我转身离去，而一旁的公爵也带着莱尔拉一同离去。看起来这是个不错的结局，他们本人也自食恶果了。画面一转，此刻公爵有些好奇地问道：“你真的使用了魔力弹吗？”当然，我对此表示肯定。枪术、召唤术再加上魔法，除了他，历史上还有拥有这么强大天赋的人吗？这种程度，你应该不用担心孩子的未来了吧？还差得远呢，得等孩子长大了才能知道吧。这次事情也多亏了莱尔拉小姐才能够顺利收尾。既然双方父亲都对各自的儿女有好感，那不如趁现在谈谈孩子们的婚事如何。闻此，父亲当即吓得找了个借口逃离这里，而公爵则是叮嘱完莱尔拉和我慢慢走后，便追了上去。片刻之后，我们朝着宴会的方向缓缓走去，而莱尔拉很是好奇，为何召唤兽会背叛主人并臣服于你呢？可就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对此做出解释。但莱尔拉还以为我不肯说明其中的缘由，这样藏着掖着不好吧？我可没有对你藏着掖着，而且我上次不是在剑术方面帮助了你吗？好像的确有这么一回事。不过想起莱尔拉这次帮了我很大的忙，于是我便决定再帮他一次。那就告诉我魔力弹的使用方法吧。而我很是好奇，你为什么会想学这个呢？因为我想尽快成长，在进入学院之前，我要形成2个魔力核，这样母亲一定会非常开心的。而我忽然意识到，特尔米昂的夫人似乎一直都在病床上躺着。好吧，这样的理由还真是无法拒绝呢。那不如明晚开始吧。当然就按照你的想法来吧，只要能够感受到魔力的波动，那么魔力弹就不是一个很难的技术。闻此，莱尔拉当即表示非常期待。不过戴英，你想拜托我什么呢？片刻之后，我再次回到了宴会。此刻只见所有人都在议论纷纷，他们都已经得知蒂莱恩伯爵一家都被赶了出去，而且戴英少爷是一个了不起的召唤术士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奥菲特男爵向我打起了招呼：“您知道东部的奥菲特岭吗？”“当然，听说那里以鳟鱼和蓝宝石而闻名。”“没错，我们那里的特产是整个大陆最棒的。”“你可真是太聪明了。”随后他向我介绍了他的女儿。“很高兴见到你，我是西菲亚·奥菲特。”紧接着他朝着我小声询问道：“你以后会继承绍格莱斯家族对吧？听说你拥有许多才能，那么我以后就拜托你了，因为我们有可能会成为一家人呢。”就在这时，只见莱尔拉突然出现我们眼前，然而还不等我进行解释，此刻西菲亚便急忙做起了自我介绍：“我是奥菲特男爵的长女，西菲亚·奥菲特。”“哦，是吗？我很高兴见到你。”这股熟悉的杀气似乎跟我那2个姐姐一模一样。随后莱尔拉找了个借口将我带离了这里。画面一转，我将莱尔拉带到了只有我知道的秘密空间，这里就不用担心别人会妨碍到我了。这可真是个不错的地方啊！真的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这里吗？没错，这里是个适合修炼的地方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感受过魔力吗？感受过吧，只是还没到形成魔力核的阶段。那就从简单的开始吧。首先要感受和接受体内的魔力，闭上眼睛，想象魔力在你体内旋转的样子。随后莱尔拉便按照我所说的去做，但结果却并不理想，于是我只能让他集中注意力再次尝试一番。与此同时，父亲正待在一旁偷偷观看着这一切。真是没想到，我的儿子现在都能教别人了。此刻只见公爵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而他却被当场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哈哈，你怎么吓成这样？不过你妻子可是帝国最顶尖的暗杀者呀，难道你没从他那学到点什么吗？话说回来，即便是身为城主的你，也不能这么躲起来偷看别人吧？对此，父亲并没有过多解释，毕竟他深知公爵来到这里的目的跟他是一样的。随后两人便躲在一旁偷偷观察起我们来。此刻只见我抬手间便打开了空间口袋，这是大姐送给我的礼物。而莱尔拉很是羡慕，因为他的哥哥们自从去了魔法学院之后，就从未关心过他。下一秒，只见我从空间口袋中拿出一块镜子，比起凭空想象，看着镜子中自己的形象来进行想象会更容易一些。闻此，莱尔拉当即便开始尝试起来。与此同时，一旁的公爵缓缓开口说道：“莱尔拉应该挺喜欢你儿子的，毕竟能让他上心的事可不多见。那孩子只是表面看起来开朗，但内心却并非如此。自从哥哥们去学院之后，母亲也躺在了病床之上，从那以后他似乎很难对别人敞开心扉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为何还要对他如此冷淡呢？我其实是故意这么做的。之前我对待儿子们太宠溺了，所以导致他们被宠坏了。我害怕女儿也会变成那样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有打算让你儿子去首都吗？去的话来公爵府怎么样？”就在这时，莱尔拉成功完成了对于魔力的操控，而父亲也在这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：如果戴英想去的话，我会尊重他的意见的。与此同时，母亲正站在一旁偷偷注视着一切，怪不得怎么都找不到他们到底在这干嘛？不过孩子们的关系似乎相处得非常融洽，就当作不知道好了。我只是练习了最基础的剑术，却让大陆第一枪圣感到无比震惊。不仅仅是枪术、暗杀、召唤和魔法，现在就连最难的剑术也学会了，这简直就是家族中的绝世天才。就在莱尔拉完成对魔力的控制之后，此刻我们正朝着宴会的方向缓缓走去。而莱尔拉有些疑惑地问道：“戴英，你以后也会去学院的对吧？毕竟那里聚集了帝国中所有的天才。”但我却表示自己暂时没有这种想法，因为我可以通过独自训练变得更加强大。闻此，莱尔拉当即有些不满地说道：“学习并不是一切，那里可是组建起个人势力最好的地方。
我知道，但目前还有比去学院更重要的事情。图书馆里有一堆没有读完的书籍，我还有许多东西要向父母学习。如果以后我有打算去学院的话，到时候我会告诉你们。当然，你有机会来首都的话，我会带你参观一下我的训练场所。不过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你的要求呢？闻此，我当即对此做出回应。当我去首都时就告诉你。画面一转，公爵带着莱尔拉坐上了前往首都的马车，而我望着手中的徽章陷入了沉思。这是公爵临走时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特尔米昂家族的象征是复仇剑和锻造。特尔米昂的历史是从一名铁匠开始的，多亏了他的出现，我们帝国才拥有了整个大陆最好的锻造厂。帝国中所有的武器都是由这个锻造厂所锻造。当然，我清楚知道这些，世界上所有的矿石都能在那里找到，而且大陆上出现的各种神秘武器都出自于最古老的铁匠铺。此刻，只见公爵缓缓开口说道：“如果你带着这块徽章去到铁匠铺的话，那么他们会为你制造一把武器。”闻此，一旁的父母瞬间感到无比震惊，这可是连皇室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啊！但公爵却是叮嘱着我：“你要好好成长，才能更好的帮到你父亲。”随后，公爵便带着莱尔拉转身离去，而我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暗暗下定决心：我很快就会前往首都的，在那之前，你一定好好的。莱尔拉。另一边，此刻坐在马车上的公爵陷入了沉思，不知为何，每当我看到他时，总会想起那家伙年轻时就表现出了超越3级战士的阿格里克。如果他还活着的话，也许应该会成为德雷尼科帝国6大骑士之一吧。真想快点看到戴因成长的样子。画面一转，此刻我正盯着妖精蛋陷入了沉思。尽管每天都在注入魔力，但他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。难道是因为我还没有达到他孵化的条件吗？随后我往蛋里注入魔力之后，便将它放回了原位。正当我准备离开这里时，只听蛋的方向传来一道声音，可仔细检查之后却又没有任何不同。最后在海尔曼的催促下，我只能放下妖精蛋跑去训练室进行训练。画面一转，此刻我正在训练室内进行着剑术训练，一招一式浑若天成，就连一旁的海尔曼都忍不住夸赞道：“真是太厉害了，少爷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修炼剑术的？”因为最近父亲盯得太紧了，所以导致我都没时间训练剑术。另一边，此刻父亲正陷入了沉思。从这场宴会上，他收获了许多。大部分贵族都在关注着南方，而且大多数贵族都希望跟我们搞好关系。战乱结束后，气候宜人的南方拥有许多贵族梦寐以求的东西。不过这些跟戴因受到的关注相比，简直不堪一提。虽然与伯爵长子的冲突出乎了他的意料，但没想到他居然如此冷静地解释了这件事情，甚至证明了自己的才华。他太成熟了，以至于我有时候希望他可以像同龄孩子那般淘气。片刻之后，父亲缓缓望向一旁的长枪、龙枪，是时候该挥舞一下了。画面一转，父亲刚来到训练室内，就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。此刻只见我熟练地进行着剑术训练，而他忽然意识到，绝对是公爵对我说了什么，否则我是不会放弃练习了许久的长枪。不过看起来他倒是很会用剑，他所展现的力量是那些训练了一辈子剑术的人都无法模仿的。不得不说，他在剑术方面也很有天赋。片刻之后，父亲好奇地朝我问道：“戴因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剑术的？”其实我并没有真正的学会剑术，而父亲很是震惊。枪术、魔法、暗杀、召唤，如今还学会了剑术。如果换做了其他人，我不相信他能够在所有领域中都表现出天赋。戴因，你对这个世家好奇吗？我是指城外广阔的世界，这座城市太小了，根本不足以承载你的才华。停留在这里对你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损失。闻此，我当即便陷入了沉思。父亲似乎意识到了不能永远将我留在身边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为你的远行做好准备才行。不过在那之前，你还记得他吗？他在1岁时回应了你，居然是龙枪。下一秒，只见父亲将手中的龙枪递给了我，而我很是意外，没想到这把枪居然蕴含着如此巨大的力量。此刻，父亲暗暗下定决心，我必须要让他的枪术练到炉火纯青才行，至少在你离开之前，你能学会我一项技能，所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才行。戴因，总有一天这把枪会成为你的东西，在那之前就先好好沉淀一下吧。当然，我谨记父亲的教诲。画面一转，我躺在床上陷入了沉思。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外面的世界，前世的我一直都生活在战斗之中，脱离战斗的办法只有胜利和死亡，难以想象除了战斗以外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。不过如今身为戴因的我却有所不同，虽然不知道世界会以何种方式接纳我，但我将有机会在世界各地游走，并完成任何事情。曾经的我只想留在家族中享受温暖，但父亲改变了我的想法，那么就决定好了，我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就在这时，母亲的出现打断了我的思考。听你父亲说你会陷入纠结当中，看起来他并没有说错。那么你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好奇吗？我对此表示肯定，毕竟父亲说过，待在这里只会浪费我的才能。很抱歉母亲，我想要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。当然，我非常理解你的想法，即使你不想要，但世界也会呼唤着你，所以你不用顾虑什么，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，戴因。不过在那之前，你必须学会我所有的暗杀技巧才行。当然，我无法拒绝这种要求。那么接下来，我该为我的远行做好充足的准备才行了。
我只是使出了最基础的1阶魔法，就把大陆第1的8阶大魔法师吓了一跳，甚至当场跪下求我成为他的徒弟。要知道没有法环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使用魔法的，可我却如此轻易地使出了魔法，更别提自身还拥有高纯度的魔力密度，这简直就是天才中的绝世天才。就在我决定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之后，此刻时间很快便来到了7年之后，阿尔特昂帝国南部的绍格莱斯伯爵地区，这里气候适宜，资源丰富，而在伯爵的带领下，这片领地一直都充满着和平和温暖，似乎一个和平的时代终于来临了。另一边，在一片蕴含着古代魔力的森林中，此刻我正在执行母亲给我下达的逃跑任务。刚才我在这里遇到了毒蜘蛛，那么接下来我应该朝西方赶去。如今只剩下不到3个小时，我必须在日落前离开这里。暗杀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避免被敌人抓住，而在规定时间内，我必须避开母亲设下的所有陷阱，并且安全逃离这片充满危险的森林。此刻我缓缓深吸了一口气，紧接着想象将自身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。下一秒，母亲设下的陷阱便赫然浮现在我眼前，可以看出几乎透明的细线填充了整片区域，只要一触碰到它，陷阱就会瞬间启动。不过这对我来说简直不堪一提。正当我准备上手解除陷阱时，此刻只见面前突然涌出一群拉塞尔特，该死，这下麻烦了。原本我想尽快处理掉他们的，但考虑到如果触发了陷阱的话，那么事情就会变得更加棘手，于是我当即便决定先行离开这里。与此同时，那群拉塞尔特径直冲入了陷阱之中，下一秒，只见无数根尖刺当场洞穿了他们的身躯。正当我为此感到沾沾自喜时，此刻一只拉塞尔特忽然出现在我眼前，紧接着便张开了血盆大口。见此，我当即侧身将其躲闪开来，可随后拉塞尔特竟从嘴里吐出红色液体，于是我立刻旋转起长枪抵挡下来。该死，我不能在这浪费时间了。下一秒，只见我猛然间爆发出全身魔力，紧接着一招突刺当场将其斩杀。片刻之后，我终于逃出了这片森林。正当我准备好好休息一下时，此刻一道身影忽然出现在我眼前，原来是母亲来到了这里。戴英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，用13小时30分钟就把任务完成了，你比当年的我还要出色，你做得很好，我已经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了。按照这么发展下去，你将会成为大陆中最顶尖的刺客。随后母亲递给我一把短剑，现在你比我更加适合它了，居然是短剑夜曲，我真的可以收下吗？当然，反正我也用不到它了。夜曲是由神秘矿石制造而成的，所以它具有直接吸收物质成分的特性，只要你愿意，你可以存储世界上所有的毒素。当然，我谨记母亲的教导。正当两人准备离开这里时，下一秒，森林中传来的一道声音吸引了他们的注意。此刻只听母亲缓缓说道：“我们快走吧，戴英。”画面一转，此刻一个男人猛然从梦中惊醒，怎么回事？我不是应该在森林里吃着蘑菇吗？下一秒，只见我端着一碗汤走了进来。你还在解毒当中，所以请不要乱动。你吃下了一种名为红鼻子的毒蘑菇，如果不是我们发现及时，此刻你早就已经死了。而我注意到他的腰带上有尼克森魔法塔的标志，看起来他并不是一个普通人。如果当时我没有夜曲的话，我也救不了他。随后我告诉他，这里是绍格莱斯伯爵领地，而我是绍格莱斯伯爵的小儿子戴因。什么？你就是阿拉贝尔的弟弟，那个被所有魔法塔注视的天才。不过你是怎么发现我的呢？事实上，我跟母亲正在森林里进行训练。闻此，他当即感到无比震惊。那种危险的森林，即便是身为8级大魔法师的他，也无法在那里施展魔法。而他很是好奇，难道这解药也是你制作的吗？当然，我对此表示肯定。没想到年纪轻轻竟有如此丰富的经验和知识，这种家庭真的存在吗？居然拥有3个超越历代级别的天才。如果这时候发生战乱的话，那么阿特米昂帝国中最强大的贵族一定会是绍格莱斯家族。此刻只见他缓缓开始了自我介绍，我是前尼克森魔法塔塔主西德兰高斯，鉴于你之前的帮助过我，有什么想要的你尽管提出来就是了。闻此我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，随后在叮嘱完他小心一点后，我便转身离开了这里，而他却感觉非常无奈，毕竟他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人，看起来我需要在这多待几天了，我得再观察一下这个有趣的家伙。画面一转，此刻海尔曼很是惊讶，那可是8级大魔法师啊，这相当于一个大人物欠下了你一份人情。要知道魔法塔就像是一个国家，是这片大陆中独立的领土，但他很是好奇，一个魔法塔的塔主为何在森林里游荡呢？那可不是普通的森林，人们将其称为末日森林。海尔曼，帮我准备一把新的长剑吧，这些剑都太短太轻了，当然我明天会为你准备一把新剑的。而在这时，我突然想起了公爵临走时送给我的徽章，从那天起已经过去了7年之久，如果我去了首都，一定要找个机会去拜访下他。画面一转，我刚训练完就遇上了父亲，事情结束的比预期要早，我这么着急回来是因为魔法塔塔主一事，也许他应该能够帮得上阿拉贝尔，而我却觉得有些强人所难，毕竟大姐的脾气实在是太火爆了。片刻之后，我和父亲回到了家里，从父亲的话语中了解到，大姐正在挑选学期结束后将要进入的魔塔，而二姐则被教授提拔为了教授助理，看起来大家都非常努力呢。此刻只见父亲缓缓说道，我对你的期望最大，
毕竟你拥有这么多的才能，世界到底会如何接受你呢？一想到特尔米昂公爵猝不及防的样子，我就想笑。特尔米昂公爵吗？总有一天我会和他再比试一场的。就是不知道莱尔拉最近过得怎样，也许只有去了首都才知道了。画面一转，由于高斯的毒素还没有完全清理干净，所以他还需要在这多住几天，并且不能使用任何魔法。片刻之后，只见他独自坐在花园里散心。真是没有想到，这些花朵居然具有如此非凡的魔力。看起来你恢复的还不错呢。此刻只见我出现在他身后，缓缓说道：“这是个非常适合休息的地方呢。”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些贵族都想来到这了。不过很可惜，我就要离开这里了。而高斯很是好奇：“你是要去哪里吗？”我准备前往首都上学了，毕竟我的2个姐姐都在首都的学院里。此刻只见高斯使用魔力洞察观察着我，下一秒，无比强大的魔力瞬间便浮现在他眼前，随后他更是露出了一副无比震惊的神情。这种魔法密度实在是太惊人了，如果将同龄人中的天才称为小溪的话，那它就是狂暴的河流啊！可是那么多魔力不可能这么稳定的流淌才对，你不认为不经过允许就评估别人的魔力是不对的吗？当然我对此表示抱歉。此刻他很是难以置信，这种程度的魔力真的是一个孩子能拥有的吗？而我却是感到无比疑惑，这家伙到底看到了什么，让他感到如此震惊？可他非常不解的是，这种密度的魔力为何没有形成法环呢？下一秒，他却是再次瞪大了双眼，这不可能，他居然拥有2个魔力核心。随后只见他有些颤抖地说道：“拥有这种密度的魔力，你真的只打算学习枪术吗？可是我不能2个都学习吗？”见此，塔主当即便向我普及了一下知识。你知道为什么魔剑士的寿命都很短吗？他们强大的前提条件是同时拥有魔力核心和法环，但这2者是相互冲突的。当问题发生时，魔剑士便会当场死去。虽然这些我都清楚，但真的没有任何可能了吗？当然，你现在浪费了一种才能，而我很是不解。难道没有法环就不能使用魔法了吗？倒也不是不能使用，只是不能使用纯度较高的魔法罢了。起初也有你这种想法的人出现，但后来他们全都失败了。那就让我试试吧。伴随着我重新排列魔法编码，下一秒，一股火焰突然从我手中爆发。看起来他成功了，虽然只有1阶魔法的水平，而一旁的塔主却露出了无比震惊的神情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没有法环怎么可能使用魔法呢？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天生的才能吗？看起来就算没有法环，我也一样可以使用魔法呢。下一秒，只见塔主猛然跪倒在了地上。天生的魔力亲和力，再加上纯度之高的魔力密度，这家伙真的是个天才。拜托了，请当我的徒弟吧。帝国最尊贵的8阶大魔法师想要收我为徒，可我却当面拒绝了他，因为我并不想和他扯上任何关系。毕竟只有我知道，他收徒的目的其实是在寻找继承者，而拥有4种才能的我，怎么可能甘心局限于某一方面发展呢？就在塔主跪下求我成为他的徒弟之后，此刻我却当场表示拒绝。难道你已经学会了2阶魔法了吗？并没有，毕竟我可不知道2阶魔法的编码。那真是太好了，只要你拜我为师，你马上就可以施展8阶大魔法了。可我却依旧表示拒绝。就在这时，父亲缓缓出现在我们眼前。没想到你已经和我的儿子这么亲近了。不过你们刚才在讨论什么呢？这家伙一直要求我当他的徒弟，我正打算拒绝他呢。闻此，塔主当即表示：绍德莱斯伯爵，你的儿子拥有成为伟大魔法师的天赋，他甚至在没有法环的情况下使用出了阶级魔法，这是真的吗？戴因。此刻父亲一脸震惊地问道。当然，我对此表示肯定。而在这时，一旁的塔主缓缓开口道：这可不仅仅是天赋的问题，你儿子的才华绝对可以成为一个罕见的魔剑士。闻此，父亲当即神色一紧，该死，这家伙不应该在他面前提剑的。怎么样，把他交给我，我会让他成为帝国最顶尖的魔剑士。下一秒，只见父亲一脸愤怒地喊道：我儿子应该要成为帝国最顶尖的枪骑士才对。闻此，塔主瞬间呆愣在了原地，怎么这个家里的人都有些不太正常呢？画面一转，我正在房内查阅着与魔法师有关的书籍。对于一个法师来说，学生一词具有相当大的意义。魔法师经常会通过传承的行为培养继承人，这是从古代就开始流传下来的行为。可我一眼就看出，塔主并不是简单的想要收徒，而是寻找继承人。从塔主这么执着于我的情况来看，也许我的才能真的非常出众。在听到这么多赞美的话之后，我能感觉到体内有股东西正在旋转，而我忽然想起，这种问题也许可以请教姐姐。毕竟大姐临走时交给我了一颗水晶球，只要想见她时往水晶球里注入魔力即可。另一边，大姐正坐在图书馆内，忽然一道声音在她耳边响起：姐姐，我是戴因。而她则表现得无比开心，居然是戴因吗？随后大姐从聊天中了解到，我在没有法环的情况下使出了魔法，就连她都有些难以置信。我知道你的魔法亲和力很高，但没想到居然会这么强。法环的作用是循环和净化魔力，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你的魔力已经足够纯净了。不过还是需要进行一下测试，等会我会将魔法师传送到你的房间，你只需要往里面注入魔力即可。画面一转，此刻我正使用魔法师跟大姐进行着对话，而大姐表示，如果你现在已经会使用阶级魔法的话，那么进入学院之后你将会受到更多的关注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要是有人敢欺负你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。就在这时，教授突然要召见阿拉贝尔，于是大姐只能匆匆挂断了电话。而我很是意外，因为我从未想过自身的魔力会如此纯净。另一边，此刻的塔主正陷入了纠结当中，我到底要做些什么才能让他答应我呢？我应该给他一些贵重的物品吗？还是前几代人传承给我的魔法呢？不行，如果被骗走的话，那我的损失就太大了。
就在这时，只见我缓缓走到他的面前。起初我是来拒绝他的请求的，毕竟我想要成为一名魔枪暗杀召唤师，而且我之前救过他一次，所以向他请教一些魔法知识，他应该也不会拒绝才对。可随后他却提出了一个我无法拒绝的条件：你是否对一份推荐信感兴趣呢？如果我给你的学院写一份推荐信，那么你在一开始就会拥有很好的形象。闻此我当即便答应了下来。不过我可以再拜托你一件事吗？我能够学习所有2阶魔法的编码吗？当然这完全没有问题。正当他以为终于收我为徒时，下一秒我却是话锋一转，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，那么我们之前的账就一笔勾销了。你上次不是说我救过你，所以你要报答我吗？闻此塔主当即呆愣在了原地，我居然被一个14岁的孩子耍得团团转。可即便如此，我也只欠你一个恩情才对。你这都已经开出了2个条件，不过我可不这么认为，毕竟救你和帮你解毒是2件事。闻此塔主瞬间哑口无言。片刻之后，我们来到了训练场上。我现在要解释的2阶魔法编码非常复杂，有许多人连这个都无法做到就选择了放弃，所以你要集中注意力好好倾听。当然我完全没有问题，与1阶相比2阶编码处于完全不同的水平，因为你需要计算体内的魔力和悬浮在空中的魔力，而且连身体状态也要计算在内。大多数人选择放弃的原因就是这个。怎么样，你能够理解这些吗？当然我对此表示肯定。闻此塔主当即感到无比震惊。那你说说魔法的排列法则吧。第一定律是共存，魔力可以与物质和其他魔力共存，通过共存，魔法师可以调用自身和周围所有的魔力。第二则是保存，如果魔力充分吸收了周围的固有特性，那么通过保存，魔力能够施展出各种属性的魔法。不错，你解释的非常全面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接下来就由我来示范一下吧。伴随着他抬手一挥，下一秒1阶魔法便展现在我眼前。它可以用简单的规则进行转换，但从2阶魔法开始就有所不同了，而这便是2阶魔法的再排列编码。见此，我当即皱起了眉头，看起来这似乎比理论还要难上不少。这是构成2阶魔法火焰剑的编码，如果你想数量变得更多，那么你就需要多次使用这个编码。正当他以为我会就此选择放弃时，下一秒我却表示我想试试。伴随着我缓缓催动魔力，随后1阶魔法便被我轻松使用出来。从固定的比例来看，这家伙已经熟练掌握了1阶魔法的编码。与此同时，只见1阶魔法当场变化成了2阶魔法。此刻只见塔主露出了一副无比震惊的神情，这怎么可能？居然如此轻易地理解出了2阶魔法的编码。而我则缓缓开口说道，当我观察他时，我就记住了他的规则和模式，随后在脑海中将其创造出来。这家伙居然比当年的我还要厉害，那么接下来我就试试火焰剑吧。伴随着我调动周围魔力，下一秒4支火焰剑便浮现在了空中，就连塔主都感到无比震惊。如果我拥有他的天赋，那么我早就成为9阶大魔法师了，一个没有法环的魔法师，这可是会引起世界轰动的存在。至少在他成为我的徒弟之前，我必须隐藏他的才能。看起来我需要好好琢磨一下推荐信该怎么写了。画面一转，此刻我躺在床上陷入了沉思。前世的我为了生存只能学习剑术，毕竟抽出时间来学习魔法只会成为我的负担，因为魔法在某种程度上理论是优于实践的。不过这一世有所不同了，我从小就受到了大姐的教导，我甚至可以用简单的方式获得大幅度的成长，再加上现在有魔塔塔主教学，我终于可以放心展现自己的天赋了。画面一转，为了学习制造药剂，我向父亲提出走出领地的申请。不用担心，这家伙已经掌握了4种在排列编码了。闻此，父亲当即睁大了双眼。一般来说，不是1个月才学习1种编码吗？而且魔法药剂的信息应该不容易获取才对。我从未想过你会对魔法药剂感兴趣，毕竟很多人都觉得它无聊。不过要是你的话，一定会选择有意思的材料的。此刻只见父亲缓缓说道，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去吧，看看外面的领地对你来说也是一次不错的经历。当然，我谨记父亲的教诲。我只是斥巨资买下了这块普通的石头，却震惊了在场众人。所有人都认为那只是块毫无用处的石头，可只有我知道，这块石头只对我的魔力产生反应。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这块石头居然会与超古代魔法有关。就在父亲答应我的外出请求之后，此刻我跟塔主缓缓走在了大街上。而从群众的态度来看，绍格莱斯伯爵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领主。不过距离魔法材料店还需要多久呢？毕竟我也没有亲自去过，所以我对此并不知情。于是我便示意一旁的海尔曼为我们带路。片刻之后，在海尔曼的带领下，我们很快就来到了魔法材料店内。没想到店主一下就认出了我和塔主的身份，而这是必然的结果，毕竟塔主在帝国内可是屈指可数的人物。随后我们便各自在店内逛了起来，可以看到这里摆满了各种神奇的东西，但不知道为何待在这里的我似乎有种熟悉的感觉。而且我发现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只要我一触碰材料就会出现魔力反应，这可能是因为我的魔力亲和力高的缘故吧。就在这时，一旁某些动静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而店主却解释说那边都是装饰品，如果想要寻找试剂的话，请到这边，这些都是我亲自制造的药剂，所以质量非常的高。与此同时，只见我身后的一个石头散发出阵阵魔力，没错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可奇怪的是，这石头只对我产生了反应，只要我往里面注入魔力，那么它的反应就会越强烈。随后我便向店主询问这块石头的来历，可得到的回复却是一块普通的石头。几年前一个小贩给了我一个大包裹作为报酬，当我打开它时，里面就只有这一块石头。虽然后面我找了魔法师进行鉴定，但结果显示它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。闻此我当即感到非常疑惑，
很显然，这并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。随后，店主向我介绍了一个名片卷轴，只要将名片放入这里，它就会自动读取和储存上面的信息。那就把名片卷轴和这块石头卖给我吧。闻此，店主当即感到非常疑惑，这就是一块毫无用处的石头而已。就连塔主也觉得非常奇怪，不过我却并未对此做出过多解释。而在回去的路上，我向塔主解释了为何会买下这块石头的原因。这块石头绝对不是普通的装饰品，很明显他在回应我的魔力。不过具体的只能回到城堡再确认一下。画面一转，虽然我让魔法师进行了分析，但却没有发现任何特别之处。不过塔主却认为这台机器能够分析出一切物品，毕竟这可是他花费毕生财富研究出来的工具。不管什么东西，只要放在上面就能分析出所有成分。没有丝毫犹豫，我当场便将石头放在了台上。下一秒，一股魔力瞬间散开。不错不错，就是这种感觉。紧接着，只见魔力变化成了一些编码。此刻两人瞬间呆愣在了原地，这好像不是一般的魔法编码，是从未见过的排列规则和结构的编码。这完全可以媲美7阶魔法。看起来这块石头隐藏的魔法，只有你的魔力才能解开。而我很是好奇，为什么只有我的魔力能起作用呢？虽然我并不熟悉封印魔法，但身为前任魔塔塔主，我还是有必要一试的。如果你成功了，也许就能知道为什么我的魔法和别人有所不同了。另一边，在阿拉贝尔实验室内，果然和我预想中的一样，这显然不是普通的魔法。戴因的固有魔力编码中存在着连我都没有的特殊编码。虽然我很想知道它到底适合哪一个领域的魔法，但结果却都不在这些领域当中。无论是魔法世纪、魔法门还是魔法工程，如果都不是这些的话，那会是什么呢？而他忽然想起，有一个神奇的魔法领域编码丢失了，也许戴因就适合那种魔法。就在这时，掉落在一旁的书籍吸引了他的注意。古代魔法书籍是传说中被称为魔法王国的阿卡纳继承下来的魔法，不过这可是2000年的古老魔法了，如今早就没人使用了。难道这种魔法适合戴因吗？没有丝毫犹豫，只见大姐发动魔力开始检测起来。下一秒，检测结果便开始显示出一些信息，只要不是巫术就行。可下一秒，大姐却是当场呆愣在了原地，这可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！与此同时，在塔主的不懈努力下，终于解除了封印。只见一个银色手环赫然映入两人眼帘，而塔主很是意外，因为这个手环上面他什么也感觉不到。可当我将其戴在手上时，下一秒，手环竟开始有了反应，紧接着便浮现出一行字体。可就连塔主也无法解开其中的含义，毕竟这可是世界上谁都无法读懂的古代符文。没错，这正是古代魔法王国阿卡纳所使用的文字。而我忽然想起，大姐似乎跟我提起过这个国家，在那个时代中，人们的生活都与魔法息息相关。可某一天，这个国家却突然消失不见了，只留下一些遗物和流传的故事，以及这行神奇的编码。就连塔主也没有想到，我的魔法才能居然会跟古代魔法有关。看起来这就是我能够在末日森林中轻松活动的原因。当然，毕竟那片森林的起源正是阿卡纳。无论如何，这件事情都不要传出去。至于其他的，以后再慢慢探索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急促的警报声突然响起，而塔主还以为是怪物来袭，正打算大战一番手脚时，我却当场表示，这可能是大姐正在试图联系我吧。随后我便接通了大姐的联系。此刻只见大姐着急地说道，当我在分析你的魔法编码时，发现你不会告诉我，你也发现我的魔法是古代魔法吧？闻此，大姐感到极为震惊，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片刻之后，我将事情的起因经过都告诉了大姐，而塔主很是意外，没想到他仅通过魔力就分析出了他的魔法编码，看起来他的才华远远要高于我呀。就在这时，只听大姐叮嘱道，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泄露出去，否则整个家族都会受到牵连的。不过这次对话保留下来了，大姐对此表示否定，通话结束就会立刻删除所有信息，而她表示自己将要回到魔法塔调查此事。就在这时，面对塔主发出的邀请，大姐果断表示拒绝，毕竟尼克森魔法塔不是她感兴趣的专业。随后她便切断了联系。片刻之后，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了父母，而父亲当即表示，如果有人以戴因为目标的话，我会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当然，没有什么比他们两人保护更安全的。而父亲很是好奇，按照戴因所说，那我们体内不是流淌着古老魔法的血统吗？这是个不错的推论，我会回到家族里看看情况。如果双方都深入调查家族的话，不知道会有什么惊人的发现。此刻只见父亲缓缓说道，不管怎么说，戴因你在很多方面都达到了极限，如果你继续待在这里，很有可能会影响你的成长，你应该考虑前往首都的事情了。而父亲也表示，如今你也已经达到了上学的年龄，再继续待在这里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了。就连母亲都一脸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道，戴因你想什么时候离开都行，当然我明白你们的意思，我已经做好进入学院的准备了。画面一转，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塔主，而塔主表示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不过你要注意不要一下子暴露太多的材料，这样会引起别人的不满。就在这时，我忽然想起曾经答应过莱尔拉要去首都看望他，并且那个徽章我也应该考虑打造一把什么武器了。此刻塔主缓缓开口说道，在回到魔法塔前，我想到一件需要去做的事情，我会让你了解到我找到有关古代魔法的所有线索。那么鉴于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我们开始3阶魔法的训练吧。当然，我当即便对塔主表达了感谢，随后更是送出了一份礼物给他，这是大姐刚研究出来的东西，一种紧凑型的水晶球，只要有了这个，你就可以随时联系我了。片刻之后，我回到了房内，我的兴趣在于积累一些东西，我的目标是正式学习召唤术并通过考核。因为克莱尔是教授助理，所以在上课时我应该能够经常见到他。
与此同时，我缓缓朝着妖精蛋注入魔力，整整7年，这颗蛋都没有任何变化。不过我相信，总有一天它会回应我的。仅仅精通1种才能就已是大陆中无人能敌的存在，那要是同时精通4种才能呢？那将会成为撼动整片大陆的存在。就在我往蛋里注入魔力之后，此刻我联系上了大姐，而从大姐的口中了解到，进入学院需要通过2次招生考试，一是普通考试，2是专业考试。普通考试是一种探究性的考试，这是一个关于帝国历史文化的考试，我想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。之后就是专业考试，这意味着你必须选择一个专业并参加考试，考试的内容则由教授决定。不过我想，这对你来说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，但问题是，一旦你选择了专业就不能进行更改，所以你必须留在相对应的专业老师那里参加考试。而我更希望你能选择魔法。闻此，我当即感到有些无语。我会考虑的，不过真的没有办法可以更换别的专业了吗？当然，通常情况下是这样，除非你毕业之后选择回来，那么你就可以选择别的专业了。一旦你进入第3年，他们通常不允许非专业人士参加该专业的高级课程，那看来你只能选择一个专业了，这是正确的。不过对于像你这种才华横溢的家伙，学校还是特别设立了一个自主专业制度，但是我并不建议你尝试这个，因为从未有人能够通过这个考试。闻此，我当即感到非常兴奋，随后便切断了与大姐的联系。与此同时，只见塔主递给我一份推荐信，我从未如此真诚地写过一份推荐信，你应该感到荣幸才是。当然，我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。而塔主很是好奇，你已经准备好了吗？是的，听说学院的宿舍配备好了我所需要的一切，不过那里似乎是贵族少爷们拉帮结派的地方。不用担心，只要你不去招惹他们就没有任何问题。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就尽管联系我。你送给我的小球我会好好保管起来的。虽然你父亲给我了一个魔法顾问的职位，但在那之前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我想他说的一定是有关古代魔法的事。此刻，只见塔主缓缓开口说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我期待下次见到你时，你会变得更加强大。”随后，他便转身离开了这里。画面一转，此刻父母正有些不舍地交谈起来，看起来戴英准备今天离开了。当其他家族的孩子都忙着争夺继承权时，只有我们的孩子相处融洽。总有一天，我们也会做出选择，但我认为他们其中任何一个都行。与此同时，我缓缓出现在父母眼前。戴英，你准备出发了吗？你要带走夜曲和记号吗？当然，我对此表示肯定。此刻，只见母亲缓缓开口说道：“为了以防万一，把我给你的记号带到指定的位置。我以前的同事们会给予你帮助的。”而父亲则叮嘱着我：“戴英，你去到首都，第一时间找到公爵，他会帮你进入学院的。来吧，就让我们笑着把你送走吧。当然，那我现在就出发了。”片刻之后，父亲对身后的手下下达了指示：“吉拉德，尽可能小心地跟踪他，将他安全护送到传送门前。”另一边，母亲也对手下影子下达了同样的指示。画面一转，我跟海尔曼来到了传送门前，这的确是阿拉贝尔安装的传送门。